你怎么就从来都不相信我呢？我也不指望你能相信我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公司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出去。我听说，于右威最近忙着向银行贷款，但就他们这个烂摊子，应该没有一家银行肯借给他吧？韩明，现在于右威他是一无所有，你还守着他干什么呀？这个不用你管。喂，是我。一旦韩明去了银行，立刻打电话给韩董事长，告诉他于右威要请韩明做担保，听到吗？跟平亚合作吧。不可能。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倔什么？丁氏现在这个样子，只有破产这一条路。就算丁氏要破产，我也不可能把我们潜心研发的技术卖给韩国人。平亚已经掌握了 AJ6的技术了，而且我们现在已经……你以为你们真的掌握了 AJ6的技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世伟，回来吧，不要在那儿工作了。你们的 AJ6是不可能成功的。那你千方百计的要找回 AJ6是为了什么？我只不过是要让董事们对我重拾信心而已，想他们继续让我做 AJ6。你就别再逞强了，行不行？跟平亚合作，我会帮你的。我不需要你帮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为你做什么你都不接受？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保护你。石伟，我不需要你的保护。可是我需要，因为我需要保护你。石伟，别这样了好吗？我希望我们可以回到从前。不可能了，回不去了。世威，好了，别再说了。我说过我要保护你，我一定会做到。爷爷，爷爷，下雨了，怎么坐在门口啊？我在等小池，有好几天没回来了，是不是出事儿了？爷爷，他去旅行了，过段时间就会回来的。去旅行了。嗯。他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呀，我担心他。你给他打个电话吧，啊？行，我待会儿就给他打电话。爷爷，我们先进屋去，咱们进屋等，好吗？那好，好，他来电话你告诉我啊。哎，好。走吧。昨天下午，爷爷他待在院子里待了很久，一直在念叨你。
他的病更加严重了。他问我这段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家？我告诉他，说你去旅行了。他希望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回家，经常跟他报个平安。当年的事情，只不过是一个误会。你跟爷爷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？他之所以不告诉你，是不希望你知道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再提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今天过来，只不过是想把这件事情转告给你。我也想让你知道，丁池，这么多年，你真的错怪我们丁家了。你已经判了刑，就好好改过吧。这份是担保协议书，我在上面已经签了名字，你赶紧核对一下，等下拿去法务。对不起，韩总，这文件上还是要董事长签名。签我的名字不行吗？前2天董事长亲自规定的，这只要您经手的文件，都需要他最后审核一遍。韩总，要不您再去找董事长一次吧。是为了钱，有为不是。你爸也这么说过，结果呢？结果是因为他没有坚持。那么，你所谓的坚持，就是帮助于右威挽回丁氏企业，并且舔着脸的到银行去借钱。你知道了。银行的人告诉我了。没错，是我帮右维，因为她是我女朋友，我不可以坐视不理。坐视不理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于右威让你去做的担保？这个女人心思太深。她从来没有说过要我替她做担保。他到银行说过很多次，银行的人已经告诉我了。这件事是不是你即便知道，你也不会跟我说实话？为什么老是要这样针对他？为什么不相信他？因为他跟你妈一样，都是为了韩家的钱。你不应该这样侮辱我妈。从小到大，你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我妈。不管她的不好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她都是我的亲妈妈。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
就当爷爷刚才没说过那句话。我只是去给于有为做了个担保，从来没想过拿公司的钱。如果您真的体谅我的苦衷，就在这里签字。我可以在这上面签字，但是我签完了字以后，我就不再是你爷爷了。你选吧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你站住！你站住！我不许你去找那个于有为！王秘书，明天把我在韩氏的股份卖给我，我要兑现。啊？这事儿老爷子知道吗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我叫你卖你就卖。哦，是。韩爷爷，韩爷爷，你怎么了？韩爷爷，哎呀，快，你先撑一会儿，我给韩明哥打电话。韩爷爷，我先送您去医院吧。上楼。韩爷爷，喝口水吧。我还是带您去医院看一下吧。不用，我这是老毛病了，没事儿。您是又跟韩明哥吵架了吗？韩明这孩子呀，跟他父亲一样，太倔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一次又怎么了？今天他找我呀，哎呀，算了，还是你不知道的好。嗨，听您这么一说，我猜的也8、9不离10了。是不是又是因为于有为啊？你看看这个。啊？担保书给于有为。你说现在丁氏都这个样子了，哪家银行愿意给他贷款啊？除非我出面担保。那就是因为这个，韩明哥过来找您，你们就吵架了。韩爷爷，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道歉的。你道什么歉啊？韩爷爷，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挺过意不去的。上一次 AJ6和平亚合作的事情，如果您说我利用他威胁您，我也认了。可当时我夹在于有为和丁池中间，我真的很为难。但是韩明哥他愿意爱我的话，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的。这个韩明哥他应该是知道的。其实我就是怕到最后了，没有一个人要我，我就无依无靠了。但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，
跟我有很大关系。我真是于心不忍。可我一想到韩明哥为了于有为做那么多，我就很恨于有为，因为我不忍心看着韩明哥整天操碎心的样子。韩爷爷，您看您现在都这样了，这个担保书，要不就签了吧，让银行给丁氏贷款，只要韩明哥能轻松，其实我怎么样都可以的。可是，现在丁氏这个样子，给他贷款不是赔钱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您也看见了，韩明哥现在执意要帮于有为，您就让他去吧。你们祖孙两个，总不能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吧？这韩明就是个混蛋。你说这么好的女孩放在他眼前，他就不知道珍惜。我听你的，我签。您慢点啊。来，好了，听你的，我签了。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上个厕所也不能安宁啊！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个股份现在动不了了，老爷子把你在韩氏集团的资产全给冻结了。我不是叫你早点出手吗？不是，那老爷子只手遮天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现在问你，属于我的所有资产还有多少？所有。你别着急，我想想。你有一间公寓，几只小额的股票，哎，还有点票证，还有几块表，其他的没了。车呢？车不属于我的吗？车是公司名下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哎，算了，现在把我所有的资产全卖掉，卖多少算多少。不，我理解你，我知道你想帮佑威，可是我其他我不管。他太要强了，万一拉不到钱的话，丁氏就垮了。你马上给我出手，啊！哎，这有为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咱们这么老牌的企业，居然贷不到款。现在公司和船队陆续有人辞职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董事长，刚才银行发来贷款通知了。哎呀，真是银行，你看，他们批了。丁总不可以进去，你让董事长在开会呢。丁总不要。董事长的办公室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进来的吗？董事长，丁总他。于董。哦，丁董，你看我叫的还挺不顺口的。你紧张什么呀？难道这里我不比你熟悉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丁家现在还有什么我想要的吗？你们先出去。你来干嘛？你的贷款批下来了，对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一直让韩明哥为你付出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我有关系了，因为我爱韩明哥，我才是真正关心他的人。你呢？你敢说你关心他吗？我怎么不关心他呢？他为你跳海、挡车，四处奔波，只是为你所谓的要回家。这难道就是你对他关心的表现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勉强过他为我做任何事情，但是，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他都会支持我。真是浓情蜜意啊！这就是他对你的支持。他为了让银行贷款给你，已经不惜跟爷爷决裂了。韩爷爷气倒了，天天躺在床上，这些你知道吗？这难道就是你对他关心的表现吗？这难道就是你对他的爱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哼！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去问韩明哥。于有为，我今天来还想问问你，
你口口声声说爱着韩明哥，那你为他做了些什么呢？我跟韩明之间的事情，不用你管。好啊，那我认为，我们俩之间的事情，也没有必要牵扯韩明哥。你敢不敢撤销向银行的贷款？完完全全凭你自己的能力跟我比一比，否则，我真替韩明哥感到悲哀。我告诉你，你是什么样子的人，我很清楚。我跟韩明的爱，也不需要你在这指指点点。贷款的事情，我根本就不知道韩明参与了，我不接受就是了。不过，你从丁家拿走的一切，我都会让你通通物归原主。是不是你选的股票都涨停了？哪儿那么好的事？哎，推荐一个吧。是示威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大叔，你眼花了吧？你瞧，还想什么呢？可以买的是。哎呦，是他呀！你不用瞒着我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所以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会选择他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件事情，韩明他也参与了。我那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我会帮你的。丁韩两家是对手，而我只是协力厂商。你宁可让对手帮你做担保，都不让我帮忙，是吗？诗薇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？让我们回到过去，像以前一样不好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让我感到很别扭。韩明做什么你都记得，我为你出生入死，难道在你心里真的就无所谓吗？我当然有所谓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平安健康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这样妈在天上也可以安心，而不是你现在变成这样。在我心里，你是我弟弟，你永远是我的弟弟。你还是这么说了，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？我没有讨厌你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会让你知道的，韩明能做的，我也能做到，而且我会比他做得更好。怎么样，信了吧？就是他呀！怎么了又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哎，听说啊，银行啊给佑威放贷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我问财务了，财务说啊，董事长在担保书上已经签字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事要问你啊，你那个房子还卖不卖啊？卖呀！我现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。那你准备搬到哪儿去啊？去你家呀！啥？我家？
哎，好，好。哎，你认为方便吗？哎，老板，进来，进来，来。哎呀，我这儿啊，虽然比不上你的豪华公寓，但你可以在这儿住一段时间，等老爷子气消了，你再搬回去。这个房间我不能住。怎么不能住啊？你是老板，你住主卧，我住次卧。这是你的家，你是主，我是客，我去睡客房。不，这事儿是这样的，如果董事长要知道我这么虐待你的话，他不把我给开除了？哦，本来你让我来住，我还挺感动的，原来你是为了饭碗呢。哎呀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。哎，这是卖股票还有证券的钱。对了，卖表的钱也在里面。房子呢，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出手。啊，对了，这台车不属于我了，你帮我还给公司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等，这里有50万，你拿给于有为吧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这你平时扣我的工资，我把钱全存在卡里边了。这些钱是你用来娶老婆的，你自己揣着。我不想你以后娶不到老婆，最后来怪我。喂，女皇，还有什么吩咐？现在来不及吧？改天不行吗？好吧，我现在过来，你等我。拜拜。王秘书，哎，我今天晚上不跟你吃饭了。哦啊，还有啊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小姐，我留意你很久了，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第一就是跟我回家，第二就是我把你绑回家，你自己选择吧。你不怕我把你打回家？你不会打我的，你会心疼的。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有比你脸皮还要厚的人了。你第一天认识我吗？我就是那么厚脸皮啊。怎么了？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？你猜？看你的表情，是好事是吧？或许吧。我猜是不是那个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？前几天呢，我跑遍了所有的银行去贷款，今天终于有一家银行给批了。哇，那太好了！那明天我去那个银行谢谢他们。以后我们韩家所有的钱全部存在这个银行，这个银行太有眼光了，我佩服他们，真是。可是我觉得这挺让我意外的，人家应该知道我们丁氏的情况，凭什么就给我们贷款了呢？这很简单，这代表这个银行有眼光，有魄力。可是我不希望人家再为我冒险了，所以想来想去，我还是把贷款给退了。退了？为什么退？因为我不希望再有谁为我冒风险了，我自己的损失我自己会承担。你不要再这样子帮我了，好吗？我只是做了一下担保而已，能不能赚钱还得靠你自己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因为这样，你爷爷都生病了。我知道，我正准备去看他。我们2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什么都没有办法为你做。
我真的不希望你因为我和你的家里人闹翻。好吧，那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一定也要答应我。既然那个贷款已经批下来了，你就用吧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把它退了，钱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。请问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嘘，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。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。喂，老板，我跟你说，这老爷子24小时派人看着你家房，根本不让中介带人去看，那带一个轰一个，带一个轰一个。你说这房子让我怎么卖呀？真是不可理喻。没事，我自己去看看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连我都要挡吗？韩总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董事长吩咐，一只苍蝇都不让放进去。放开！哎呀！连我都敢打！算我没说。喂，爷爷。你在干嘛？我没事，我正好想过去看看你。好吧，我马上过来。哎呀，呼，爷爷。哎呀，出手很重嘛。他们是你的人，做事肯定像你的风格。韩爷爷，汤已经放冰箱里了，您明天让他热给您喝啊。韩明哥，你来干嘛？他来给我送汤，哪像你啊？好几天都不回家，我死了你都不知道。那您叫我来干嘛？没我的事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你坐下。来，爱佳，你坐我边上来。好。韩爷爷，坐下。今天趁着你们两个人都在，我宣布一件事情：爱佳这孩子，我觉得非常好，跟你很般配，这一点我很高兴。另外呢，他现在已经不是丁家的人了，我也很高兴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这孩子从小就爱慕你，直到现在痴心不改，所以我决定选一个良辰吉日，让你们两个人成婚。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您刚才说什么？你别插嘴。我别插嘴，结婚的是我呀。你是我孙子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还想着那个于有为呢？他有什么好啊？我爱他，他爱我就足够了。足够个屁！你就是年轻，你让人骗了你都不知道。爷，你为什么对尤为那么多误解？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发现他的好的。我就没看见他对你好，我就看见你对他好了。爱佳对你才是真心的，你脑子简直是糊涂，有问题。你这个……韩爷爷，你别说韩明哥了，我没事，你别说他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坐。哎呀，不是这孩子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像话？气，韩爷爷。哎呀，丁爱佳，你恶不恶心？你太放肆了！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？你看看这个，这是爱佳给你的，拿着。你说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？您坐下，韩爷爷。韩明哥，我知道你急用钱，这卡里啊有近1000万，你就拿着吧。如果是给于有为急用，
也无所谓了。但那些房子，你就别卖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新办法吗？你以为我会像爷爷一样那么好骗吗？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人家一片好心，那都是真金白银。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拿给我，绕个圈子来这里，在你面前拿给我？韩爷爷，没事没事啊。丁爱佳，你敢说你是真心对我好吗？韩明哥，我自始至终对你都是真心的。那就好了，你真心对我好的话，这个钱我就收下了。还有，我替于有为他谢谢你。你太过分了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没有听他说吗？这钱是给我的，你管我怎么用，对不对？丁爱佳，啊？对，韩爷爷，对。还有，明天我就把钱转出来。如果我发现你敢冻结的话，那刚才你说的话全都是假的。不会的。不会就好。不是，我说韩明啊，你小子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你啊？你这么做，你不是混蛋吗你？大家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别难过，这钱我一定给你要回来。韩爷爷，您听我说，这钱啊就给韩明哥用了，我没关系，真没关系，没事没事啊。韩明，敢耍我，敢耍我，你给我走着瞧！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是会员制度。看见这是什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不知道您是这里的会员。带我去韩明总去的房间。我跟你说话呢，我让你带我去韩明总去的房间，听见没有？先生，先吸头，先吸头。先生，抱歉。带我去韩明总去的房间。好，请。你好，韩先生。于世威在这个房间吗？是的。世威，谁呀？世威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你姐会很担心？如果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佑威啊。别老拿他威胁我行不行？韩明，你说我哪一点比不上你？钱什么？钱我有的是，这个房间是你的吧？可我现在比你有钱了，它是我的了。你们喝的洋酒我也喝了，你们拥有的一切我也都拥有了。可是尤薇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拥有这些有什么用？我告诉你，世威，尤威不是这种人，他要的是他的弟弟学有所成，不是像你这样金钱的奴隶。以前的世威去哪儿了？不要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啊！原来就是因为我穷，没出息，所以他瞧不起我。他眼里只有你，那是因为你是韩家大少爷，你有权利帮助他。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，我能给他什么幸福？所以我要改变，我要为尤薇改变，我要变得强大，我要有权有钱。我真的为尤薇难过，我现在就教训教训你。于世威，你给我好自为之！